样？养细胞啊？他说，为了实验的严谨性，要求实验物料、步骤、方法高度一致。裘老师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嘛。裘老师，他谁啊？你就管他叫老师？人家现在是组长，年纪又比我大，还能教会我很多新东西，我叫声老师那不是应该的吗？默默，你这么喜欢他，咱俩换换吧，好吗？凭什么？火灾又不怪我。默默，你笑笑姐心情不好，你少说两句。童言无忌，你别放心上啊！快吃，趁热吃。您不会认为裘佳宁来这儿真的是为科学献身的吧？猪猪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那几个海归？记得啊，16哥特别讨厌他们。对呀，那几个人交了几篇文章之后，就以此为跳板去了国外的实验室。我觉得吧，这裘佳宁也把这当跳板了，留不住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每天费尽周折做实验，是为了给自己洗白？你们想想看啊，他在这待个1年半载之后，谁还会记得他被开除的事情啊？再说了，我们这儿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医药集团，他又是我们这儿的核心研究员，那在人才市场很抢手的。不会吧？我也觉得裘佳宁不是这种人。那道理呢，给你们讲清楚了，信不信？随你们。我不管他来这儿到底是什么目的，只要是跟我16哥过不去，那就是跟我谢笑笑过不去。谢笑笑好像不太配合实验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进入实验室吗？你知道？孙磊是他的师兄，他是为了追求孙磊才进入实验室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就不担心吗？尝尝，有意外的惊喜。哇，不是，你说的惊喜就是辣吗？刺激吧？我没有得罪你吧，裘佳宁？以前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，有一次思路卡住，让我特别焦虑。但是后来凑巧，我喝了可乐，又吃了墨西哥同学给我的辣椒，哇！当时那一瞬间，辣得我整个人在流眼泪。但是辣过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整个人轻松了不少。所以每当我焦虑的时候，我都会喝可乐配辣椒。所以你焦虑了？怎么能不焦虑啊？你说的那些，我心里都明白。孙老师的偏见，谢笑笑不配合，王老的期望，这些都让我诚惶诚恐，非常焦虑。但是，如果说只想着焦虑，一味地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的话，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只会让整个人越来越糟。所以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赵小山，只要专注于自己做的事情，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哎，笑笑，怎么了，竹姐？
什么啊？刚才云师部错发了一封文件给我，虽然很快撤回去了，但是被我看见了。什么内容啊？工资单。这封文件本来是要发给王老审核的，但是不小心被我看见了。我发现裘佳宁升到组长之后，待遇居然比孙老师还要高。为什么呀？嘘。也许是因为他是国外引进的人才，所以同样的职位待遇就比孙老师高。不是，这实验研究出什么了？怎么就给他组长了？所以呀，王老他偏心呀。还有呢，裘佳宁他是本地人，按照惯例，只有外地来的员工才会给分配宿舍的，但是他又例外了。不是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有家不会知道为什么呢？裘佳宁这个人的手段肯定高，你有事没事多提醒提醒你石头哥，你石头哥心眼实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朱姐。没事没事，去吧。对了，那个机票是你问过了没？啊，正要跟您说这事儿呢。问了几家熟悉的票务，您指定的日子，机票十分充足，随时可以订。经济舱哦？对，经济舱、头等舱都有，要不要订？你确定？确定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有，你先下去吧。行，那我先出去。这么急着找我干嘛？有东西要给你看。裘佳宁是裘氏集团裘耀明的女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知道。哎呀，放心哥，我这次做的很干净，不会让人发现的。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裘佳宁他家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在实验室忍辱负重呢？有些人活着，不一定是为了完全追求物质上的东西。你想说裘佳宁高尚？反正我不信，他高尚怎么能被实验室开除呢？他开除是另有原因。他告诉你的？他当然这么说。哦，对了哥，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，就是裘佳宁这次回来，可没让他们家人知道。为什么？具体原因我没打探清楚，不过想想也知道啊，他们家这么有钱，非要躲在实验室吃苦，出了事也不跟家里说，证明他跟他爸爸关系肯定不好。茉莉，到此为止吧。为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肯定不会让人发现的。我不让你插手任务，不是因为我怕你给我添乱，我是希望你能够干干净净的重新开始。你知道吗，茉莉？一个人最大的幸福，莫过于还有选择的机会。我不希望你这次选错了。补助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在总公司的朋友告诉我的。哎，你说怎么有人能把佳宁的开除公告发给总公司呢？那不是断了佳宁的后路吗？那你们说，裘老师不会真的被赶走吧？哟，嬷嬷，听你这语气，你舍不得他呀？他是个好人，他那点小伎俩也就能骗得了你这样的小孩儿？我小是小，但是我该懂的都懂。哎呦，还没定数的事儿呢，人家吵什么呀？我那个朋友还告诉我，今天下午黄总会来实验室询问王老关于裘佳宁的事情。黄总是谁啊？黄总就是总公司负责对接我们实验室的执行总裁，他平时不会在实验室的，除非有重要会议和年会的时候他才会出现。
你刚来没多久，所以没见过。哦，王老，对不起，有必要的话，我自己去找黄总解释。佳宁，你放心，你是我请回来的人，出什么问题，我来担着。啊，谢谢王老。是你让总公司告的状吧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，竹竹姐？行了，你骗得了别人，还能骗得了我啊？不过我觉得裘佳宁这次有惊无险。我就不信，总公司对这个事儿会不做任何的处理啊！他裘佳宁真以为他能在我们这儿胡闹？你没看见他一上午都在王老办公室吗？但一个裘佳宁出了事儿，走人没商量。但如果王老替他说话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我真是就不明白了，王老到底是看中裘佳宁什么了？为什么这么护着他？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买到辣椒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我在焦虑？下午黄总要来，我懂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从来不会为工作以外的事情焦虑。也是哈，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，你也基本不会。有你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？除了是我的领导，还是个路痴，还怕打针。裘总，这边请。哎呦，请。王老办公室在楼上。爸，还知道我是你爸呀？啊，裘总。哎，王老，哎呀，裘总，怎么会在这儿看见你啊？黄总，哎，对，黄先生，你们俩认识？认识，当然认识啊。裘总是咱们市里的明星企业家，我们公司新建大楼的项目力邀裘总来投标，结果呢，裘总在忙其他的项目，失去了一次合作的机会。以后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哎呀，裘总，您今天怎么会来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啊？来谈个事儿，顺便来看他。啊，黄总，王老，这是我爸。嗯，哦，我女儿。没想到啊，佳宁居然是裘耀明的女儿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暴发户的女儿吗？女儿这个嫉妒心啊，真是可怕。谁嫉妒她了？人家本来就是榜上有名的良心企业家，到你们嘴里成了土豪暴发户了，这不是嫉妒是什么呀？这老天真是不公平！有一种白富美，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，认命吧。白富美怎么了？我们笑笑也不差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佳宁姐的粉丝了。王总啊，开出通告缺的有其事，但是不敢保证佳宁是清白的。好，那既然是清白的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泼脏水、被污蔑。爸，那如我自己的事你别说了。佳宁是裘总的女儿，王老呢又愿意用自己的信用背书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。只不过这封匿名信已经捅到了公司的高层层面，我要是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，很难向董事会交代。那黄总想怎么做？我是个做父亲的，真的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污蔑，天下父母心啊！这我都理解，只是啊，黄总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如果3个月我无法推进项目的话，就自动请辞。佳宁，
我看就这么做啊，好吧。果然是无父无犬子。小总，有这么个女儿，有福啊！爸，这就是我办公室了。行啊，乐不思蜀啊，啊！回国那么久，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我要是当初就跟你实话实说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啊？我会带着人坐着飞机去找他算账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就知道你会冲动，所以才没跟你说的。隔行如隔山，哈里对我的指责，不是说一两句解释一下、回应一下就能说得清楚的。那你就任他这样子欺负你吗？没有啊，所以我才离开那儿回国，到原计划来。我想向他证明他是错的，我是对的。好，要不这样吧，回头我跟你们黄总聊聊，然后你们这个项目我也投点钱。你干嘛呀？哎，投了钱之后就有话语权啊，到时候也不是什么3个月不3个月，要多少时间你说了算。爸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的啊！你别给我添乱了。不是，我打听过了，你们这种研发的药片，啊，最后定价它不会贵，就几千块钱，我还投得起。几千啊？你问的谁啊？你那买的是第2片药。那第1片2000万可以。多少？20亿美金。怎么？怕了吧？不是怕，是有点多，投不起。你当我们这个医药公司啊，是小本买卖，说投就投的？爸，当初呢，你就是白手起家的，我身为你的女儿，当然可以从头做起了，相信我。这句话听得生耳。哎，邱总，都已经安套好了啊。对啊，那走。安排什么？在公司会所订了一桌菜，把你们同事都请过去吧。什么别的，替你搞关系啊，要不然免得后面又有人捅你一刀。我现在这样，再不走我就变成小白鼠了。去找他们。我这是灰世界，一个钉儿都没有，一个钉儿都没有。啊，待会儿再尝尝我们的菜，好吧？不会。下午呢，各位还得工作，所以我就以茶代酒来敬各位了，好吧？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。这个嘉宁呢，他很早就出国了，然后呢，他对这个咱们国内的很多人情世故他都不懂啊，所以没什么社会经验，天真、善良，有什么这个做不到位的地方呢？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尤其是王老啊。邱总，你客气了。嘉玲一到我们的实验室啊，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风貌。这杯茶我应该敬你，你培养了个优秀的女儿。哎呀，是。嘉玲呢，说实话，还真不是我培养出来的。她那时候说要去普林斯顿念书啊，我说国内有那么多好的学校，你跑那么老远地方，美国去读什么书啊？叔叔，普林斯顿可是首屈一指的常春藤联盟，我们想去还去不了呢。所以后来我想通了，这既然会念书，好，老子我就支持你念书啊，鞍前马后的替他找人呐，写推荐信，结果到最后呢，他也没去普林斯顿，然后给我跑到什么欧洲的小国家去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来跟我作对的？爸，快吃点，有你喜欢吃的香。嘉玲当时要是去了普林斯顿啊，那可能也就投在我的门下。哎，不过现在也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地面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啊！哎呀，听，这都是有文化的人啊，有文化的，这个做总结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反正呢，一句话，嘉玲以后就拜托各位了，好吧？我在这边先谢谢各位。谢谢。哎呀，好饱啊！可不嘛，
一桌人就你吃的最起劲儿，上一个菜给人清个盘，上一个菜给人清个盘，我筷子还没动呢。哎，拜托，清盘是对食物最基本的尊重啊！好，请坐，默默上菜。哎，邱佳宁聪明、漂亮、努力，还特别低调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她了。哎，你说到底是谁写的那封匿名信啊？看我干嘛呀？不是我啊！哎呦，我当然知道不是你，我就问问啊，你天天跟佳宁一起做实验，你有没有发现他得罪了什么人？他得罪的人还少啊，被举报你们很意外吗？这个要这样放，如果放不好的话，可能会影响结果，所以要注意。这个到时候你再跟我说吧。这个需要我做什么？你的那批细胞已经铺好板了吗？铺好了，按照你新教的重新铺过了。让我看一下。可以了，以后就这样做。还有你负责的那几种异构体的合成情况，你去看一下。好。谁向公司举报你，知道吗？知道啊。谢校长。那你还这样和颜悦色的和他说话？他只是把事实汇报给公司，又没有污蔑我。你爸爸和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。工作时间我不想提私事。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爸爸挺好的呀。是吗？不是吗？我不这么觉得。在他的观念里，只要有钱可以解决任何事情、任何问题，包括对子女的关心。但我不喜欢这样。不错，钱的确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，可是钱可以让你毫无顾忌、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当中。其实比起很多人，你已经很幸运，应该感谢你的父亲。幸运？我想过死，你想过吗？我懂事的时候，我爸妈就离婚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我妈。直到我申请大学的时候，偶然的知道了她在 A 城。所以你放弃普林斯顿转去了那里，是为了你妈妈？但是我爸不知道，因为在我家，提到我妈是一个禁忌，绝对不许提。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，直到我找到了她。你是陶思怡？不认识。妈，我是佳宁。你认错了。我是佳宁啊，妈，我找了你好久。你听不懂中国话吗？你认错了，我不是你们什么妈，你给我出去！你知道吗？在远古时代，只有得到母亲庇佑的孩子才能够存活下去。而人类之所以可以一代一代的繁衍下来，也是因为母亲的这种本能。我一直以为，她会跟小时候一样，那么疼我，那么爱我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会像我想念她一样那么想我。没想到，
他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不仅不喜欢我，反而非常恨我。你说是为什么？就因为这样，你想到了死。没错，我当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但是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跟我说，如果你连死都不怕，就不应该怕活下去。上边保卫上来住。别动！哎！记住，如果有人问起，就说没有看见任何人，否则杀了我吧！我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。连死都不怕，就不该怕活着。赵小山，想什么呢？想你啊？想你让我们做的实验。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下班吧。我肚子饿了，去吃饭吧。行啊，那我请客吧，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馆子。哟，邱小姐来了。吴老板。叫我老吴就行。哎，这位是？是我下属。下属？我还以为秦大夫没机会了呢。您误会了，我和秦斌只是普通朋友。这还不好意思呢。哎，行了，我不说了啊，二位里边请。坐这儿吧。你们二位吃点什么？简单点就行，就我们2个人。行，那我就准备一下。你和老板很熟？不算熟，他是秦斌的朋友。所以这里是秦斌带你来的？嗯。环境还不错，就是冷清了些。你们是怎么找这儿的？这儿离我们园区挺近的啊，所以上次就选在这儿了。还挺讲卫生的呀，像个女孩子似的。是吗？那也一定不是像你这样的女生。我只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。一旦生病了，这就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了。你别忘了，你烧钢腿。周小山，你缺女朋友吗？那要看是谁问了。你问的话，就缺。邱佳宁，你是不是准备向我表白了？你想太多了。我是替我妹妹问的，她呀跟你一样啰嗦，我觉得你们2个在一块儿的话，应该挺投缘的。
情侣的话，就是要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，两个相同的人在一起不合适。周佳宁，恕我直言，这味道其实很一般。嘘，小点声。其实呢，吴老板的妈妈以前是秦斌的病人，吴老板花了所有的积蓄给他妈妈治病。后来秦斌觉得吴老板挺不容易的，所以就拿出了自己的一些积蓄帮他开了这家店，平时呢还经常照顾他的生意。是吗？没看出来，他还是个圣人。说话别阴阳怪气的，行吗？他作为一个医生，仁者仁心，值得我们学习。行，听你的。吃块牛肉。我吃土豆。土豆。哎，裘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就找到1把伞。谢谢您，下次来吃饭的时候还给您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二位慢走啊。谢谢。靠近点，你那半边都快被淋湿了。赵小山，怎么没看见裘佳宁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啊？要不然怎么能显示出人家和我们不一样呢？有好几次我都发现裘老师一个人在园区的花园里吃沙拉，吃沙拉喝冰水，知道的是他大学出的国，不知道的以为他从小在国外长大呢。其实这倒不是裘老师姿态高，在国外大家吃饭都这么吃。有一次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来我们实验室交流，他就买了几个汉堡餐盒，我们所有人就坐在实验室外面的草地上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。当时室外的温度都还不到10度。周小山，裘佳宁对你那么严格，你护着他干嘛呀？我就事论事而已。哈哈，我刚刚看到裘佳宁上了那个医生的车了，真的。你们说他们干了什么去啊？这哪知道呀？不过我看他们的动作倒是挺亲密的，不简单。我们组的细胞实验采取最常规的细胞增殖实验，大致方法是同时养实验组和对照组各7乘3米细胞。初始时接种同样数量的同种细胞，要接种得很稀，然后给实验组加适量的目标药物，处理一定的时间，给对照组加等体积的目标药物的溶剂，处理相同时间。经过2个月的时间，我这边的实验显示，癌细胞系的生长受到了抑制，而干细胞系的生长不受影响。
生化实验显示，端粒酶活性几乎降为0，而蛋白表达实验显示，端粒酶含量与对照组相比下降十分明显，几乎消失了。我能看一眼吗？的确，3次实验结果都一样吗？目前只有2次是我和笑笑的，结果一致。所以说还差1次。对，是小山那边的结果还没出来，因为前期细胞培育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干扰，耽误了时间。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一切顺利的话，假期应该能出来。孟老，我觉得时间是不是太紧了？王总找我谈话了，他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。商量的结果是，节后一定要看到细胞的实验报告。可是公司当初答应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距离3个月还有10来天的时间呢。那如果说节后就给报告，我只有3、4天的时间了。股东大会眼看就要召开了，王总有些急。那就这样吧，我先下去了。好。那我也先出去了啊。哎，小孙，你等一下。有什么吩咐吗？来，这边坐。哎呀，我们师徒俩好久没坐下来聊一聊了。当初我招嘉玲进来的时候，力挺她的实验方案，你心里是不是有些不高兴？啊，怎么会呢？邱佳宁她挺优秀的，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说的是真话。小孙啊，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你的个性我了解。作为一个科研人员，任谁的自己心血成果被别人赶超，心里都不服气。我理解你。可是科学实验本来就是这么残酷啊，成王败寇。不过王老您放心，我不会有其他想法的。小孙，我不赞成你这种说法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嘉宁的实验取得了一些进展，那离不开大家的帮助。这一次，你和嘉玲都是赢家。王老，你也不用安慰我，反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肯定会以大局为重的。好，那就好。另外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们组的研究啊和实验先停一停。为什么呀？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你们组竟然没实验做吗？嘘，怎么啦？这石头哥今天心情不好。为什么呀？你们组实验结果出来了，王老让我们停下手里所有的实验，随时准备配合你们。也就是说，老孙原本是首席研究员，结果现在沦落到给邱佳宁做辅助工作。可是我们组还差周小山一个结果呢。你跟徐佳宁的结果一致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周小山得到正确结果，那只是时间的问题。老孙跟王老这个课题跟了好久了，结果呢，邱佳宁来了不到3个月，就推翻了他们几年的心血。对项目虽然是好事，但是对老孙啊，太残忍了。石头哥，我给你带了点下午茶，你来吃点吧。谢谢。停止实验的事我听说了。你就甘心让那个邱佳宁爬到你头上去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们组还差周小山一个结论，王老现在就让邱佳宁写报告，他偏心。周小山的结论不是时间问题吗？我不觉得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一切都有可能的。邱佳宁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给公司个交代，他就没脸在这儿待下去了。他一走，王老不是还得依靠你吗？都是为了工作，这样的话以后别说。我就要说，石头哥，你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，别人不清楚，我太知道了。从研究生就跟着王老开始原计划，到现在8年了吧？他们今天因为一个尚未确定的结论，就让你停了手头的实验，凭什么？科学实验就是这样，有人用了一辈子，临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路是错的，一辈子的心血只不过为别人排除了一个小小的错误。
我们搞科研这种代价要承担得起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替他们找借口了？你事事都为了项目考虑，可是他们有人替你着想吗？你不是老说你爸妈培养你不容易吗？你就是不是为了你自己，就是为了他们，你能不能自私一点？够了！刚才的话我就当没听见，我现在请你出去。出去！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佳宁啊，报告开始写起来。可是小山那边结果还没出来呢。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一切顺利的话，假期应该能出来。邱佳明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给东西个交代，他就没脸在这儿待下去了。他一走，王老不是还得依靠你啊？每天同一时间，同时取3名细胞进行活细胞计数，记录细胞数量，取3名细胞的平均值记录下来。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记录。等到7天都过去，将7天记录的结果绘制统计曲线进行比较。有骑猫的吗？骑马，旁边跑。在草原上，骑马又不行，你马开着你就走了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我们在说小长假去哪儿玩呢。佳宁，你不是放假也泡在实验室吧？我和我妹妹去旅游，你呢？回家吗？我倒是想回，我妈不让。为什么？冉姐要相亲第99次。哎呀，谁让这世界上的好男人都死光了？所以我只能在茫茫人海中踏破铁鞋般的寻找。对方情况怎么样啊？男，助理研究员，年纪跟我差不多啊。重点是我在网上输他的名字，你猜怎么着？他2年发了5篇 SCI， 而且2篇一做都在10分左右。哇，那不错啊。台北有101大厦，日本有101次相亲的电视剧，所以101次应该是个好数字。我会在我第101次相亲的时候找到我的真命天子的。嫁不出去还说的这么好听啊？你错了啊，我不是嫁不出去，我是不想嫁。李诗然，你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，凡事得讲出个证据来了。但凡有个男的现在敢娶你，你孩子早就能打酱油了。哎，张宇啊，别动，站那儿啊！行，给我站住！再说一遍。他俩天天气。张宇喜欢冉姐。啊？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的表现，不就是每天拼命的欺负她吗？是吗？邱老师，你虽然智商很高，但是情商堪忧啊。没大没小啦。周小山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哦。怎么样？图里绘制出来了吗？还没。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你确定？就差1步了，应该明天就能出结果。给，这是我绘制的增值图例，我和笑笑的吻合，你看看。姐，
明天早上我师傅来接我们，记得穿得漂亮一点哦。烦死了！不用担心，我看了你跟笑笑绘制的图例，和我正在绘制的走势相同，实验出结果应该只是时间问题。玩得开心点。那好吧，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。好。对照组的最高点比裘佳宁的最高点要低很多，说明细胞长得不好。但一样的实验步骤，一样的实验材料，一样的实验规则，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呢？可是我们组还差周小山那个结果呢。你跟徐佳宁的结果一致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周小山得到正确结果，那只是时间的问题。血清解冻以后一定要摇匀，一定要注意，然后要水平注视试管，否则剂量会有差距的。本来还有10天时间，但黄总着急说节后就要看到报告了，所以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走了。裘佳宁，有一份文件我忘拿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哦。赵山，你不厚道啊！怎么了？我把你当同盟战友，你在背后捅刀子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。你明知道我师傅在追我姐，你要也喜欢我姐的话，就光明正大的去迎战，而不是在背后搞破坏。不需要我在背后搞破坏，你姐已经明确拒绝了秦兵。你别得意啊！我问过我姐了，她也不喜欢你。裘佳宁亲口跟我说的，她对你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是什么？是苯什么胺，反正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别得意。苯基胺。快！啊！多久没运动了？男女体力本来就差别，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苯基胺。什么？你有没有觉得这附近有苯基胺的味道？你是不是最近做实验做的走火入魔了？苯基胺，一种兴奋剂。当一见钟情或者是爱慕发生的时候，会让人呼吸急促，感觉到兴奋，瞳孔放大。这个你该知道吧？说这个干什么？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莫名其妙。
本什么？本什么安？哎呀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，4个字的。哎，你是鱼吗你？记忆就4秒、7秒。我双鱼座，加起来2条鱼14秒。你别在这给双鱼座丢人了，行不行？我看你双猪座的。师傅，最好对我好点，否则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也别太担心，我问过我姐了，我姐那感觉赵山没戏。谁知道？不会吧，师傅，你还在写这破论文呢？什么破论文？当初不就是为了追我姐才写这篇论文的吗？既然已经被我姐给揭穿了，你就不用再写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不追你姐，我就不能写文章了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有追求的人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有写论文的时间，还不如多看几个病人呢。我是这么说的吗？陈嘉欣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篇非常有科研价值的论文。是，刚开始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接近你姐，但是在跟她交流的过程中，我有很多的困惑，因为她而解开了。我就想，为什么不把这篇文章写完呢？也算是我对你姐的一个纪念吧。呸！你说的我姐好像去世了呀？你神经病吧你？哎，总之呢，喜欢一个人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喜欢一个人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勇敢，喜欢一个人可以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。你这种人，你这种单身猪，你不可能懂的。是吧？我真的要吐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慢慢写啊。你赶紧给我想一想，本什么呀？本什么啊？笨猪笨！药剂在销售体内降解太快，无法发挥作用。如果注射剂量高，毒性又太强。可是王老，这份报告已经突破了我们之前的研究。就目前阶段来看，邱老师坚持的方向是可行的。谢谢孙老师的认可。不用，就事论事。王老，根据报告上的数据显示，药物的确发挥作用，但是副作用太大。这一点，过去孙老师的实验中也证明了。所以我想研制缓释辅助因子。好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有个建议，接下来的试验改为双盲。多年以前，也就是原计划在理论初级阶段的时候，有一家跨国的医药公司来找过我，他们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项目的开发当中来，条件十分优越，但最终我还是拒绝了他们。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 Original Life。您是怕原计划一旦开发成功，这将是一个1000亿级别的市场，我们的竞争对手绝不会白白的放弃。所以您建议动物实验阶段进行双盲实验，是怕核心机密泄露？对。那为什么不直接申请专利呢？申请专利早就在计划当中，但是越早申请呢，它保护的范围和力度就会越小。所以我们想等到动物实验有了一个明确方向以后，再着手准备这件事情。明白。请问需要点什么？火腿三明治吧。要水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裘老师，难得你来跟我们一起吃饭，你快坐这儿吧。好啊。佳宁，你可是稀客，你吃也能吃饱吗？同学们，前段时间天天自己一个人吃饭，现在实验需要大家的帮助，这开始拉拢人心啦。可是我觉得裘老师挺真诚的呀。这才厉害，真真假假让人分不清楚。这小山来了。哎，小山，来我们这儿吃饭。我要和研发部的同事讨论一个问题。冉姐，给让个位置呗。讨论问题啊？哎呀，我准备好了我。谢了，冉姐。客气了。
乔安妮，你过来一点，别挤着张宇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不胖。你要讨论什么？是这样啊，有一种观点，荷尔蒙决定了一见钟情，肾上腺素决定出不出手，端粒决定了谁去谁留。大家对于这种观点怎么看？这算什么问题？看不懂。化学问题啊，生活当中的化学问题往往会比实验室里的更有价值。大家说对吧？好问题。这个爱情啊，从本质上说就是生理活动，生理活动啊。没错。所以说呢，如果当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人，身体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生理反应，比如说脸红心跳，比如说言不由衷，再比如说躲躲闪闪。啊，我觉得吧，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时限的，因为咱们的身体没有办法一直承受这种像骨科碱的成分刺激，一个人他总不能一直保持心跳过速的巅峰状态吧，对吧？所以大脑只要取消这种念头，让这种化学成分呢，随着我们自己的控制，自然的新陈代谢，这种过程通常会持续1年半到3年，等到身体没反应了，爱情自然也就消失了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身体没有了反应，爱情真的就不存在了吗？哎，我觉得存在呀，很多夫妻白头偕老的呀。虽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脸红心跳了，但是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，所以我觉得天长地久、海枯石烂肯定存在的。邱安宁，大家都讨论的这么热烈，你怎么看？我赞同默默的观点，爱情不过就是多巴胺分泌，所以它是有周期的，爱情不是永恒的，来得快去得快。裘老师的意思是，爱情就是快消品。对啊，而且不是必须的，它就像是一种点缀，可有可无。虽然说爱情可以给人带来愉悦，但是也会徒增烦恼。从这个层面上来看，我觉得爱情反而是人生废品。没想到裘老师对爱情的看法这么消极啊！但是吧，我觉得怕花谢不是不种花的理由。爱情之所以珍贵呢，正是因为它不能永恒，但是它只要能分泌多巴胺，让我们感受到快乐，感受到幸福，不管多久，我觉得都应该心存感恩，对吧？其实，在生活中，有很多事情，有很多方法可以分泌多巴胺。大到工作上，我们得到了实验成果，也会让我们得到愉悦；小到我吃一块好吃的三明治，甚至是我吃一块巧克力，看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，都会让我开心，都会让我愉悦。所以，不需要一定要寻找爱情。怪不得裘老师这么喜欢德芙巧克力，我也喜欢。可是爱情，它和什么看电影、听音乐这些，我觉得啊，你可以吃一块巧克力，增加一份愉悦感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没怎么吃啊？吃巧克力吧，你吃巧克力吧你。这就是茉莉教练。天哪，你就是教练啊！你好帅啊！你是裘佳宁？啊，裘佳宁是我姐姐，她没空来上课，我来替她上课。替她上课？我一直想学点防身术来着。反正你一样是教她教我不都一样吗？我又不是不交钱。那昨天接电话的也是你？抱歉，没在电话里说清楚。那怎么称呼你呢？裘佳欣，那个欣。你跟裘佳宁就差一个字啊？我们俩是亲姐妹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运动细胞为零，我第一次见像你这么女神的教练，简直更新了我对格斗的认知。以后我对格斗充满了极大的兴趣。裘佳宁，裘佳宁，一起回宿舍吧。谁说我回宿舍的？那你去哪儿？私事不用向你汇报吧？去见秦兵。都说了是私事了。
子珊，哎，王老，你的法语怎么样？我法语还不错。太好了，你就加给叶班，把这份资料翻译成法语。好，我看看。行啊，没问题。您什么时候要？明天。明天？明天可能有点赶。哎，王老，我知道裘老师的法语还不错，不如让裘老师一起来帮个忙。好啊，我待会儿就通知他。行，哎，那明天给你。好，拜托了啊。哎，好，您先忙。好。喂，王老。好。晚上几点过来方便？下班后都可以。来了。进来吧。嘉欣不在。哦，他健身去了。怎么分配任务呀？一人一半。行。坏毛病。啊？咬笔杆。谁还没有点自己的癖好呢？确实，我也有，容易饿。厨房在那儿呢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自己去做饭？不然呢？你看我像是会做饭的人吗？我毕竟是客人哎。一点待客之道都没有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又焦虑了？没有啊。奇怪了，最近工作挺顺利的。王老让我们翻译的这篇资料对你来说也是小菜一碟。无论如何，你也没有理由焦虑啊。难道是因为周小山，你做不做饭啊？做。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刺激了。如果墨西哥辣椒不够刺激的话，你可以试一下英国雀椒。如果雀椒也不能刺激我了呢？印度魔鬼辣椒，自然状态下最辣的一种辣椒。不过我劝你不要再轻易的尝试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些对我已经起不了作用了。
爱上一个人的刺激，是任何事物都无法代替的。周小山，我上次应该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对吧？对呀，你说我们不是同一种人，但这个世界上哪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？可还是有这么多爱情故事。我倒是觉得，不同的两个人在一起，才更有意思。非要这样吗？不同意我们就来辩论啊，反正真理越辩越明。我爸，你见过的，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。我妈是当时盛极一时的舞蹈家。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可以说是男才女貌，而这段婚姻当初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可是他们两个在一起没多久，就发现他们的人生观到世界观都完全不一样，这让他们非常痛苦。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你说的这是婚姻，不是爱情。看来你想的挺远的呀，都已经想到要和……周小山，你够了。邱佳年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你已经爱上我了，所以你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未来、婚姻。你越是爱，就越想逃避；越是爱，才越想压抑自己的爱。我说的对吗？邱佳年，你听着，既然我已经爱上你了，而我又知道你爱我，那我就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你。周小山，你可以不要再逼我了，行吗？我逼你什么了？姐，你们干嘛呢？我回去继续翻译啊。我送他一下。哦。我会给你时间，但是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熬夜有点心悸。哦。哇塞，强吻！你声音小一点好不好啊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这个少女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29岁的少女，你可真够高龄的。邱佳年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男欢女爱，人之常情，上啊！你别再磨磨唧唧的了，不合适了不起，到时候再分呗。最重要的是当下你对他是有感觉的。我没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。那感情也是需要试错的嘛，就像你们做科学研究一样啊，一次不行2次，2次不行3次，在不断的试错中，你才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需要的是什么。那能一样吗？科研工作，在上万次的实验中都未必能找对1次正确的方向。你拿我的工作跟感情比啊，不是咒我吗？好好好，我换一种你能听懂的方式。你对周小山动心了，按照你的说法，你的什么生理反应都是你的什么基因决定的。
既然你的基因决定你对周小山有感觉，那你为什么还在抗拒呢？和基因做对抗，徒劳嘛！你别挣扎了。再想想吧。佳宁，心可真够大的。素来。醒醒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我突然睡着了。哇，我该走了。哎，别呀！啊，陪你逛完街聊完天，就把我蹬了啊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周小山，佳宁可都跟我说了啊，他对你不是没有感觉，是觉得有的时候吧，你呀，这样。那好吧，那就让上帝来解决你们的问题吧。牛顿你们都知道吧？牛顿这么厉害的科学家，晚年都信了基督教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世界之大，很多问题科学也解决不了。就比如说你们的感情。所以我觉得，既然解决不了问题，不如问问上帝。如果是正面，那就说明连上帝都觉得你们应该在一起。牛顿都信上帝的，上帝的说法肯定没错。那如果是反面呢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。如果是反面呢？你这个笨女人。其实硬币在空中还没有落下的时候，你心里的答案就已经蹦出来了。我在言情小说里看到的，我厉害吗？我倒是觉得可以试一试。那我抛啦。你觉得会是正面还是反面？你快开呀！曲大宁，你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无聊的方式。我在帮你好不好？曲佳宁，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你自己，你以为自己很理性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骨子里，你其实是一个渴望冒险的女人。你生活上糊涂，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无足轻重，而是因为这种平淡的生活根本就提不起你的兴趣。所以呢？你想说什么？你不喜欢秦兵，是因为秦兵激发不了你的征服欲。爱情呢，可以分为很多种，三观一致、平平淡淡过完一生是一种，相爱相杀是一种。可是你裘佳宁，是需要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。如果你希望我向你证明
我周小山和你裘佳宁的爱情是高手过招，没问题，我可以向你证明。曾经的赌局你还记得吗？那我要怎么才能带你走呢？什么意思？这游戏挺好玩的，有没有兴趣和我也来一局？没兴趣。怕输啊？你赢不了我。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？老板娘，借你车一用。啊？给他。佳宁，周小山不会把我的车……怎么样，这个理由够吗？我终于看到一个比你还不要命的人了。周小山，你问我是否见过最绚丽的火焰，烧不尽的它不曾熄灭。海洋和陆地分界，阻隔着海岸线，等待着跨越到另一边。我们的船在无尽深海中漂流，却不曾担心迷失方向，因为我们正在航向无比秀丽的风光。有你陪我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仗。我到了，拜拜。你是不是忘了件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张开我手，真小心握着那微微的火光，温柔寄托着所有。好了，我上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出去吧。那个，你没事吧？放轻松，用点力。我怕弄伤你。看那边的教练，最厉害的也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来吧。那我使劲了啊！哈哈！天哪，教练，你太厉害了！你这种女人放古代就是女侠呀。女侠？就是那种劫富济贫、伸张正义。用武功盖世的女人，那如果只是武功高强，却不做好事呢？那就是恶女啊！所谓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所有的恶女都有自己的苦衷的。就好比那个李莫愁，杀人如麻，却是为情所困。只要回头是岸，就不算晚。教练，啊，来继续。哈哈。拆了。啊？我说拆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也不容易。
大家都是为了生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茉莉，茉莉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了。我原谅你行吗？别跟着我了，我要回家。那我送你回家。不要！哎，好女不跟蓝道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茉莉今天要跟我一起回家。对。哎。刚刚的事儿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不过教练，我还是想八卦一下。什么？我看刚刚那个男的还不错，可是你对他为什么那么反感啊？别提他，他很恶心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就是个小人。之前我好心帮他，他反咬了我一口。可他看起来就是很喜欢你的样子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？那好啦，不提了。我肚子有点饿了，我请你吃饭去啊！啊？哎呀，走啦！谢谢，谢谢。你怎么会接裘佳宁电话呀？你们两姐妹关系挺好。嗯，我还住在一起。你住他宿舍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我去住宿舍呀？我们电话拜访过他，留过资料。奇怪了，我也说他从来没在你们这里留过、登记过资料啊。可能是他太忙了，忘了吧？太有可能了。对我姐来说啊，她生命中只有3件事：科研、科研以及科研，其他的事一概不放在心上。女科学家呀，挺厉害呀。嗯，哎，你觉得女科学家应该怎么样啊？认真、仔细、严谨，智商特别高。我姐呀，用句不正确的话来说，就叫做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她呀，外表上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，其实，在生活里她就是个小迷糊。那她一定很多人追吧？是啊，我正帮我师傅追我姐呢，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。程咬金？谁呀？他的一个男同事啊，哼，奸诈小人一个。哎，怎么光说我姐啊？说说你吧。听口音不是本城人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工作呀？你家里人呢？他们都不在。哦，这样啊？那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谢谢。别客气，应该的。这个好吃。Nuk negr。你学过克林贡语？姐，在看什么呢？这什么语言？克林贡语。克林贡语？哦，姐，是不是那个《星际迷航》里外星人用的语言啊？不过你学这个语言有什么用啊？没什么用啊。越是冷僻的知识，我越感兴趣啊！而且知识怎么分有用无用啊？你要硬要说的话，那有用的呢是物质层面的，无用的是精神层面的。但是一个人活着，怎么可能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呢？对不对？对，姐，我错了。就像你拿那个国际证书一样，证明你是最高级别的 nerd。哎，不过这么生僻的语言，为什么赵小山也会啊？他看着不像是死宅那儿的呀。你们两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？用这种人看不懂的语言来沟通？
我们两个就是练习练习，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了，不睡觉。昨天真的好险，你不觉得吗？嘉欣差点就识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了。为什么要隐瞒？他知道了，就是我爸知道了，到时候肯定啰里吧嗦的，我可受不了。同意。现阶段确实不适合让这种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。我有一个建议。什么？我想目前我们应该暂时低调处理我们的关系，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同事。有道理。不是说要低调处理吗？我愿意。谢谢。注射的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怎么观察动物的反应？我们每天上班呢，只去指定的地点领取今日要打的药物，药物只有颜色和数量，但至于什么是安慰剂，什么是试剂，我们一概不知。哎，那你知道你负责的这些老鼠，哪些是正常鼠，哪些是癌症鼠？不知道。那就是了，估计上头啊是在做双盲试验，增强配方的保密性。仔细点。秦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好事。周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的文章被发表了。哇，恭喜你啊！我今天来就是特意想要感谢你一下的，赏个脸一块吃个饭吧。好啊，给你庆祝一下。那换个口味吃面条。佳宁，吃饭去啊？我很快回来。哎，没事，不着急，办公室也没什么急事儿，不回来也行。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快去吧，别在这撒狗粮了，快去吧，快去！什么狗粮？哎呀，快去吧！哎呀，从背影就能看出来，郎才女貌，黑脸呀。李春啊，你一个女博士，一个科研人员，能不能研究点正事？天天男欢女爱。怎么没有正事儿？今天中午吃什么？狗粮。那你给我盛去，快去，我饿了。秦医生，带女朋友来了。吴老板，郑重声明一下，我和秦斌只是普通朋友。秦小姐，你就别不好意思了，都是过来人，懂。秦斌，你跟吴老板解释一下。吴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我确实是在单方面的追求佳宁，但是呢，她也没有答应做我的女朋友。虽然这是我的愿望，但是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，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别添乱行吗？行，你们聊，我不过乱了啊，我去忙去了。哎，笑笑，那个秦医生是不是特别厉害？他厉害也不过就是医院负责人。哎，能做到奥阳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的，今年怎么会有40多岁啊？他30出头就能做到这种地位，我跟你讲，那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你们知道秦博济吗？哦，就是那个最早把西医学引进中国的奠基者。对对对，就是他。秦医生他们家是医学世家，我听我爸说起过，就是除了他爸妈以外啊，他叔叔、伯伯全都是行业内特别有名的专家。
哦，那他们两个人倒挺门当户对的。你们别看他平时好像嘻嘻哈哈挺随和的，但他工作起来特别有原则，就是从来不去参加任何医药公司的研讨会和饭局。这点和裘老师倒是很像嘛，为人亲切，乐于助人，但原则性又很强。这两个人三观一致，这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吧？默默，我倒觉得佳宁把秦医生当成普通朋友。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？有啊，越丑越纯。比如我和李纯然。我点了外卖怎么还不到啊？秦斌，那天在宿舍楼下，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，我和你只能做好朋友。佳宁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吸引我吗？你肯定是觉得我见色起意，对吧？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。这次你错了，我还真就是这种人。一开始我确实是被你的美貌所吸引，你这么漂亮，再加上你的职业背景，这确实很容易激发起一个男人的占有欲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你不仅仅是漂亮这么简单了。咱们不聊这个行吗？让我说完吧。那天你跟我说你不喜欢我以学术为借口这样追求你，这让我很汗颜。你的这句话让我认真的想要投入这篇文章的创作中去。想想这么多年了，一直在临床医学的第一线，也累积了那么多的临床经验，确实没有想过要好好的坐下来，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总结一遍，整理一遍。正是因为你的批评，我才下定决心想要静下来，想要好好的把这篇文章给写好了。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我也很高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加坚定了我要追求你的信念。佳宁，一段好的爱情是让彼此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现在不只是爱慕，我尊敬你，我崇拜你。你这样说，好像我年纪很大很老似的。对，我错了。佳宁，你促使我成长，促使我进步。反观我自己，我对你做的还远远不够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一定会表现出更好的自己，你就拭目以待吧。秦斌，你有权利拒绝我，那我也有权利去选择继续追求你吧。我们就互不干涉，求同存异，好不好？不好。秦斌，我有男朋友了。哎呀，都跟他们培育员说了多少次了，一个笼子里面如果有雌鼠的话，就不能放那么多雄鼠。我待会儿再去强调一下。赵山，其实我心里特羡慕他们。为什么要羡慕他们？想要就去争，争不到就去打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。直来直去，活得多痛快。其实你不用送我回来的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行了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谢谢你请我吃饭。不客气。那我上去了。哎，师傅，有话不能在办公室说嘛。你姐有男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你呗。别开玩笑，认真的，不是我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竟然知情不报？我真不知道，师傅，你别是捕风捉影了。那倒好了，佳宁亲口告诉我了。谁啊？朱小山。
不可能吧？这小子平时话不多，背地里动作怎么就这么利索？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啊，熬夜有点心悸。那你对周小山到底有什么感觉？快说！哎呀，姐，你就说嘛，聊聊天儿。苯基乙胺。师傅，你知道有一种叫苯什么胺？苯基乙胺啊，对，你了解吗？说这个干嘛呀？一种神经兴奋剂。我问过我姐，她对周小山的感觉就是这个苯基乙胺。看样子佳宁早就对这周小山动情了。师傅，你别难过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师傅，你别想不开，你别想不开。走开，别真的，别管我，走多开。大点事儿啊，是吧？邱佳宁，我算是服了你了。哎，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还玩办公室地下恋情，让大家知道的话会很麻烦的。我和周小山是上下级关系，现在谈恋爱了，肯定会成为实验室的焦点啊。再说了，嘉欣要是把这事儿捅到我爸那去，我爸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你拒绝秦斌的事情，周小山怎么说？我没告诉他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只知道秦斌去找了你，但是不知道你们俩说了什么？可是你心也太大了吧？啊，中午跑去跟一个男人吃饭，晚上直接到我这儿来了。我估计周小山这会儿醋坛子已经打翻了吧？会吗？会吗？你把妈子去了吧？科学的事情你比我懂，爱情的事儿我比你懂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可是你心也太大了吧？啊，中午跑去跟一个男人吃饭，晚上直接到我这儿来了。我估计周小山这会儿醋坛子已经打翻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科普一下，苏打饼干和苏打水在加工过程中，为了使口感松脆，添加了碳酸氢钠溶液，溶液呈弱碱性 ，pH 值正好在7到8.5之间。我觉得应该能够中和你体内的醋酸。如果已经发酵变成了强酸的话，那就只能用烧碱来中和了。但烧碱有腐蚀性，对人体不安全。你终于开窍了。所以，你真的吃醋了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说吧，准备怎么受罚？那我说了。我饿了。你当我这是深夜食堂啊？这是你的荣幸啊。你等着。那他一定很多人追吧？是啊，我正帮我师傅追我姐呢，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。程咬金，谁呀？他的一个男同事，哼，金诈小人一个。
哥，哇，你宿舍有人？牛肉要切吗？不需要。要帮忙吗？牛肉吧，你把牛肉切成片儿。好。哎，邱亚宁。嗯。切片儿。嗯。这是块儿。是块还是片儿要有参照物的。你刚刚只是让我切牛，没有说标准是什么，我就按照我的标准来切了。不是，你，我说错了吗？你没错，你是正确的，邱老师。切片吧。我来吧，你去和面啊，我来。这个是片儿，这个是块儿，啊！你别待在实验室了，去做厨子吧。把面和好，你不会连面也不会和吧？和东西，帮你的忙，别要求太高。待会儿是你吃，啊！实验做的那么好，饭不会做。差不多了吧？加点面粉，然后用手和。面粉在那儿。你骗谁啊？请享用。如何？好吃。要不要我给你留一点啊？不用了，我只是需要酸碱综合一下。关于秦斌，我想说两句。听着呢。目前的状况是他想追求我，但是我已经明确的拒绝他了，但是他好像没有要放弃的意思。就这样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比如我和他之间是清白一类的辩解的话。你相信我，我们就是清白的；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就算我说破了嘴皮子，你也不会相信啊，不是吗？我也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件事上。同意。一旦说了一个谎，就要用其他无数个谎去自圆其说。你没有时间做这种事儿。默契。邱小姐。嗯。明天有空吗？什么？约你，赏脸吗？好可惜啊，我约人了。谁啊？我男朋友啊。那你男朋友知道你约他吗？刚刚才知道。尝一口。啊？吃吗？我做的当然好吃了。我觉得比外面的馆子好吃多了。唐林哥，回去吧，我走了。等一下。看着。看清楚啊。欢迎以后随时视察。谁要来视察你啊？
我走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注意安全啊！茉莉，刚才找我什么事？刚才你宿舍里是谁呀？同事。邱佳宁是吗？不是，怎么了？茉莉，哥，我明天能去找你吗？明天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明天不是没有工作吗？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空了我会来找你的。那你明天干什么呀？茉莉，你是怎么了？问东问西的。说话。没事儿，哥。我可能就是有点想家，想吃你做的饭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刚加班完回来。加班？姐，你穿家居服加班啊？你去周小山家里加班？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说。哎，邱佳宁，你现在可以啊，谈恋爱都敢瞒着我了。秦斌跟你说的。你快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。你都知道了，我还说什么呀？姐，你不是说爱情在你生命里是废品吗？你现在成收废品的了，姐。你才收废品的呢。姐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师傅哪里比不上那个赵小山啦？爱情不是说谁比谁优秀就可以的。那是什么？你说。秦斌很优秀，我一直都这么觉得。我已经跟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我相信他会懂的。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这样不公平的，什么眼光？那这个我微信扫一下吧。哎，好嘞。这样以后你妈妈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就直接给我发消息啊。好好好。那回去好好休息，注意睡眠。好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走，慢点，慢点。师傅，你又给人留微信，小心回信息回到腱鞘炎。人家好不容易挂我一个号，让病人舒服一点，少折腾就少折腾，不对吗？你别废话了，赶紧吃饭吧，都凉了。早上吃了很多了，中午没胃口，不吃了。我不给你买早饭，你怎么可能乖乖吃啊？又骗我，你赶紧吃。哎呀，我不吃了，没胃口。必须吃。秦医生，您好，我带我爸来看病，但是您号今天又满了。我们是从外地来的，来一趟挺不容易的。您看，能不能帮我们加个号？卡给我。好，现在挂号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哎，好，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师傅，医生也是人，必须得吃中午饭呀。人家病号都挂上号了，一会儿病人来看病，我吃饭像话吗？哎，你拿走吧，我不吃了。秦斌，你还要不要自己的身体啦？我身体好着呢，你长身体呢，你拿去吃啊，你去吃。你爱吃不吃？你今天不是跟着你师傅一块去出门诊了吗？你回来了。我师傅他要驾鹤了，要升仙了，好事儿啊，咱得庆祝一下。怎么了？他看了一上午病号，我让他喝口水，他说容易上厕所，浪费时间。好不容易到中午了吧，就1个小时吃饭时间，他还给病人加号。没事，他心里难受，就这样。
以前他也这样。以前怎么了呀？想套我话啊？哎呀，严哥，你最帅了，以前怎么样啊？给我倒杯水去。那不是有纯净水吗？自己拿。不听算了。哎呀，给，别呛着。好几年前啊，还谈过一女的，摄影师，那爱的叫一个死去活来。都快到谈婚论嫁了，结果这女的嫌他工作太忙，没时间陪他，就给他甩了。那时候啊，他也是拼命的工作来麻痹自己。那2个月啊，你师傅无论是出门诊率还是上手术台的次数，都是全院第一。我其实真的挺心疼师傅的，我姐真不开眼。我师傅那么好，他非要跟别人谈恋爱。感情嘛，有什么道理可讲？不过你也不用心疼你师傅，男人嘛，就是在被女人伤害当中成长。你看我就缺人来害我，虽然跟齐明一样大的年纪，但你却不是副主任的。走开走开走开。哎呀，严哥，回头我也给你物色一个能害你的，让你好好成长成长。这人比人气死人呐，吃饭都没有师傅帅。干嘛啊？不喜欢啊？公共场合。你看看人家，试试。是什么啊？怎么，不敢啊？我不敢，你敢啊？我当然敢了。哎，你是不敢，不是不想。没有贼胆，但有贼心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赵小山，能不能认真点？我很认真呀。你明明就是在笑话我。你也可以笑话我呀。我笑话你干嘛？